你们有没有过突然来了一个灵感，于是你就开始创作，边创作的同时，你就开始幻想它完成会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精致。于是3个小时、5个小时、10个小时过了之后，你一看，你连分享上传的勇气都没有，于是你就直接把你的作品移到资源回收桶。嘿，大家，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3个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小方法，可以帮助我在完成作品时可以提升我作品的质感。那我自己创作的插图大部分都是像绘本一样，就是有一个故事或是要表达一定的资讯量。那如果你创作的类型跟我的创作类型是蛮相似的，你可以试着使用看看我今天提到的小方法。那也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就不用完成的时候开始后悔，或是你也不知道要怎么修改，然后就把作品丢掉。对，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第一个想和你们分享的小技巧就是空气。怎么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有我，有背景，就这样。但它有一个东西它存在，但是你不知道，你无法感受到，就是空气，它是真的存在的，不然我就死掉了。那要怎样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插画里呢？可以看我现在右边的这张图，这张图是比较夸张一点啦，但是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有风，因为什么会有风？就是因为空气的流动嘛。所以你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有空气的感觉，是为什么？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到我整个插图里面所有的元素都会跟随着风有相对应的动态 dynamic， 像女孩的头发就会跟随着风去飘动，那植物也是往同一个方向去做动态的动作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在这张插图上感受到空气的存在。如果你说像我现在看第2张图，如果你说就是我没有想要画植物，我也没有人，我就是画一个光头，那怎么办？你可以像在我这一张第2张图，我画的是3只鸟跟一锅药，就是也是很简单，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去产生空气感。那像我呢，我就会加上羽毛，羽毛就是很直接可以连接到就是鸟，所以你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小元素去增加整个画面的丰富感。对，那在第3个示范你也看得到，这是比较抽象的插图。它不像前面2张是比较写实的部分，它比较抽象，但你可以感受到它是纸张是漂浮在空中的。但你觉得怎样可以让这张插图更有质感呢？像我的方法，我是增加纸张它的动态感，它是很轻，然后它会跟随着风去做出不同的变化。所以你看一下2张图的对比，就可以感受到我增加这样子的空气感，可以增加整个画面的质感。对，这就是我第1个小技巧。那我第2个想跟你们分享的技巧就是替你的角色加戏。我前面有提到说，就是我大部分的创作都是要诉说一个故事，或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我需要用插画表达，所以角色对我来说，在我的故事中占非常高的重要性。所以，你可以试着去增加一些就是内心戏啊，或是在你的任何的角色上，不一定他是主角或是配角，或是甚至路边的石头，它都是你的角色，都是你选择放在这个画面里面的。你现在是一个导演，你选择这个画面出现的任何东西都是你自己安排的，所以替任何东西加戏都可以让你的插画增加它的精致度，然后提高你整个完稿的质感。对，另外跟你们分享一个是我家丹尼跟我分享的，他是动画师，那他跟我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可以诉说故事的一个插画，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动画，一个动态的东西，
然后你突然就是截取它其中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呢就可以诠释它之前发生的事跟之后发生的事，那你可以透过这一张去了解整个故事的过程。那你现在可以看右边这张插图，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女生她是正在走路，那我突然给她冻结了，她就是还在走，对，她不是一个站着，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姿势。那后面的男生也是一样，他正在做盖着杯盖的感觉，或是拿起杯盖，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就会多停留几秒去看一下，他在干嘛。然后旁边的女生一样，她也是好像在做一个什么动作，你只是突然把它冻结了。那这个画面会比3个人就站在那边更加有意思一点，你也会多花一些时间停留在这张插图久一点。那你身为插画师，你设计这张插画，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就是想让人家多花一些时间看着这一张图。那这就是我说替你角色加戏的技巧，就是这个意思。那我另外再示范另外一张图，看一下。你现在看，就是这个女生是这个草稿是我5年前画的。那这个女生她就是在喝茶，她就是一个很喝茶的姿态。那你现在看了这一张图，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很漂亮，头发很蓬，就这样5秒钟结束这张图。那我现在试着把我的角色增加一些内心戏，你可以就是看到我是3种不同的姿态。那他可以看着那个茶，或者是闭上眼睛去品尝茶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头发也是使用第一个技巧，就是有让你感觉有空气的存在。那最后我是选的第3张图，是他托腮，然后用一个比较奇怪的姿势拿着杯子。那我觉得用这样姿态，第一个是可以凸显这个角色的他的个性，因为我觉得会这样子拿杯子的人，就是会比那种好端端拿着杯子的人会个性会比较不一样。那你也会特别会想要去了解，这个女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你就会多停留在这张插图上。那对，这就是替角色加戏的技巧。对。那第3个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技巧就是选物。你想一下日常生活中你自己所有的衣服啊，或者是配饰，你都会去精挑细选，你都会花很多时间去想，我今天要穿什么材质的衣服，我想要什么样的装饰，或是我的电灯想要长怎么样的，或是我的植物要选什么品种的，你都会去花时间去思考去选择。你也一样，你在创作你的插画的时候，里面任何的元素应该也是要做出选择的吧，选择对画面更有帮助，或是让整个画面会更有意义的，那这就是好的选择。我同样用刚刚第2个示范的图，然后做对比给你看。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两边有一个是5年前的创作，一个是就是我最近画的，就是重画一次的创作。那除了刚刚角色的部分，你可以就是先忽略。你可以看到我桌上的选择，你先看那个右边的旧版的桌上是不是就很凌乱？你可以感觉到它是蛋糕啊，就是那样，然后茶杯，然后有很多花，就是比较好像很随意的就摆放在那边，可能就装饰性的效果比较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是吧？那你现在看另外一张图，这一张你可以看到我的蛋糕，我可能吃了一口，然后它放在那个边边，它有一些小屑屑。那这个蛋糕的意义就是可以凸显这个女生的个性，她可能就是试了一口，然后可能不喜欢，她就放在那边。
对，那你跟另外一张比起来，它这个元素存在的那个意义是不是就比较高一点？那再来，你可以看我加了糖罐，糖罐它下面就是有很多就是零零散散的糖粉，是不是就可以凸显这个女生她可能就是很随性的，就是拿着糖，因为糖看起来很满嘛，所以就很容易掉下来。就她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她就是你知道很随性的这样子。那这个跟蛋糕一样，就是有凸显个性的意义。那我的植物的选择也是比较更加精致一点。我挑的就是除了配色之外啊，我的那个这四款植物都特别的不一样。那我就挑选几种就是比较奇幻一点的植物，就刚好符合这个女生她身上长花的这个效果，那就会更加就是有一种共鸣的感觉。那香菇也是我还蛮喜欢那个玻璃罐里面有香菇的。那还有一罐奇怪的药水，就是我每一个东西都会比旧的那一个每一个元素都更加的精致跟有意义。那这就是我选物的这个技巧，就是这个意思。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子了。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啊，你们就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或是你可以私讯我，跟我说你有特别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技巧，或是一些我自己在创作的心得，我都会很乐意的分享的。只不过我就是不知道方向，所以我希望你们跟我知道，就是让我知道。OK， 那就这样了，拜。